们侧流板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它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个柱塞。好，我们看到这个柱塞它卡住了，它卡在里面，也就是说它可能卡一半也不一定。那造成呢，因为你出油是柱塞往里面顶的时候，它就出油，所以它柱塞是卡住的。我们侧流板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W126560SEC 从高雄来的铁灰色非常漂亮的V8 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颗分油盘是这个车主他要备用。要整修备用的，那请大哥，整修完以后，他要留下来，日后假如说，有原来的分油盘有问题的时候，他打算拆下来，使用啊。那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55672。那这个分油盘我们先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现在状况是怎么样。OK， 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大量出油了。我们看到我们侧流板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那这个状况是什么原因呢？出油相当的大，也就是说它已经漏油了那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这个大哥已经没有办法检测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有多少了，因为现在这怠速它就已经是大油门了好，大哥把电源关掉。它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个柱塞。好，我们看到这个柱塞它卡住了，它卡在里面，也就是说它可能卡一半也不一定。那造成呢，因为你出油是柱塞往里面顶的时候，它就出油，所以它柱塞是卡住的。所以说，大哥来再试一试。好，大哥打开电源，它就已经开始大量出油了。这个而且是几乎已经是全油门的出油量了。好，那就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完整的测试。这颗编号55672 W126的560SEC 的8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之前，这颗分油盘它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个柱塞。好，我们看到这个柱塞它卡住了，它卡在里面，也就是说它可能卡一半也不一定。那造成呢，因为你出油是柱塞往里面顶的时候，它就出油，所以它柱塞是卡住的。想要测试它堵塞状况也没办法测试，因为它就直接出油给你看。那现在大哥整修完成了，我们来做一次完整的测试。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55672它是从高雄来的这个车主，他自己要留下来备用的我们开始做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是测试它系统出油量，也就是说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它
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如果它出油量太少的话，那车子会表现的没力可能爬坡会扣不少。那如果出油太多的话，那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就会造成我们验车也验不过，那又耗油，马力又不足。所以说我们希望它的混合比油气的混合比是在最佳状态大概在空燃比就大概在14.7左右。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1分钟全油门的测试，就是它系统的出油量，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测试是它怠速的时候模拟它怠速的时候的出油量跟那个时候的出油量是在怠速的时候决定它的稳定性。我们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20 ml 左右，我在200 ml 左右。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200，第二缸多一点210，第三缸200，第四缸190，第五缸200，第六缸200，第七缸210，第八缸19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到5%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5672 W126560SEC 的 V8 分油盘的维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在测试这个分油盘的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测试，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5672 W126560SEC 的6缸分油盘维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90，第三缸185，第四缸190，第五缸190，第六缸190，第七缸、第八缸都是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这个分油盘是车主要留下来备用的。我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跟我们车主要提醒，就是分油盘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油在里头。如果你要保存的话，比如说我们新的分油盘厂方过来，他要新的分油盘里面一定是干净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它当然一定会先做测试。那测试完了以后，它一定把里面的测试溶液一定要把它用空气把它打掉，也就是说里面维持干的状态。像这样子的时候呢，分油盘它就不会被里面的液体到时候干掉以后所凝结，造成它堵塞。那所以说这个分油盘大概整修完毕以后我会用空气把这个测试溶液全部打干净，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放好几年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使用中的分油盘把它拆下来，那放着不用那可能半年就堵塞了比你不用它，你用它还没事，不用它就更糟糕，因为它油干掉以后，它会把里面的细小的油袋。有的部分甚至比头发丝还小它为了要产生高压力，结果呢，它把这个油道堵塞了这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我们车流板根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它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个柱塞。好，我们看到这个柱塞它卡住了，它卡在里面，也就是说它可能卡一半也不一定。那造成呢，因为你出油是柱塞往里面顶的时候它就出油，所以它柱塞是卡住的。我们车流板根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